敢不敢小看我顾忘情？敢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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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Hello，Hello，哦，干嘛？你不要过来了！哎呦 ，Whoops，Sorry。死猪尾巴，也不会帮我捡手机。不跟你玩了，拜。早餐准备好了，今天是韩式早餐，哎，趁热喝汤。干嘛弄得这复杂？早餐是最重要的一餐。昨天晚上你又熬通宵工作，你要多吃一点，补充体力。昨晚有没有收获？有没有新的发现？你是说案子还是人？其实我觉得，你还是太心急，让杨涛加入这个案子。亲近你的朋友，更要亲近你的敌人。可是，在亲近你的敌人之前，你也要确定他背后有没有藏刀。我就是在等他亮刀。这样也太冒险了，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上班了。进来。我听杨叔叔说，你们找到了新的证据啊？是什么？
我听说德士司机报了警，你除了要被控上法庭，还要赔偿他所有的损失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用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应该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哎，顾小姐，你怎么站这？对了，坐吧。哦，对，我们找到证据帮你了。谢谢。小姐，都这么迟了，你一个人这么晚回家很危险的。如果我女儿也这样啊，我一定打死她。女孩子要懂得自爱，要保护自己。你看你，满身酒味，还穿的那么少，别人会误会的。哎，误会什么？误会你是出来卖的喽。你讲话小心一点啊！哎，我是好心提醒你，你露这里露那里的，走在路上，根本就在引人犯罪。要是你们女孩子啊，可以把自己包得紧紧的，就不会有那么多非礼案、强奸案了。我要穿什么是我的自由，可以安哥。对啦，什么做的自由啊！你们穿少少，引人犯罪就可以。男人呢，多看几眼就要被打被骂，说是色狼。要穿这样就不要怕别人看。他整天说什么男女平等啊！停车！停车！哦，下车！下车！谁让你多管闲事啊？搞古董假好心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看，都跟你说是他先惹我的。这个视频应该可以帮你洗清司机杀手这个臭名。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是你们不相信。这个视频是依依辛苦找来的，你应该说声谢谢。哦，其实我只是去找石造车公司说明情况，他们帮我跟有关当局申请，我才拿到这个视频的，也没有多辛苦了。他都说不辛苦了。依依真的很辛苦，说声谢谢是应该的。朱律师，真的不用说谢谢了。谢啦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视频啊，现在网上所有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司机也有错，不会再有人笑你了。不要！死猪尾巴！你觉得我很好笑是不是？昨天那里，今天又叫你神经病啊！怎么这样那样？放手！哎呀，我跟你买。我不卖。你要多少钱？100、1000、10000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大家你们看，杨叔叔给你们带了什么？这里呢，就是大家绘画的地方。如果有你的捐赠，那我们就可以为他们买更多的材料，让他们发挥更好的创意。子康，你妈妈来接你了。妈咪，你怎么那么早来接我啊？我的头有点痛，所以早点下班接你回家。嗯，你的头疼了？没事没事，回家休息就好了。哦，但是我蛋糕还没吃完呢。只能吃1片啊，你不会吃太多。嗯，叔叔买的是不甜的。妈咪，我好了。
去休息吧。老师，拜拜。叔叔，拜拜。我要送人，麻烦你包起来，再帮我送到朋友家。没问题，请写下你朋友的名字和地址。先生，你忘记署名。不用了。小姐，麻烦帮我找这个补品。好，你稍等一下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怎么玩？很简单，你站那边。哦。远一点啊。啊！你干嘛射我啊？不是说要一起玩的吗？你不是说要帮我发泄吗？发泄就是你站在那边让我射你。喂，不要跑！喂，胆小鬼，走！Sorry， 你没事吧？喂，你怎么会那么厉害的？我在 NS 的时候是 marksman，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反射动作。哦 ，marksman 是吗？真的要这样玩啊？你不是说你是 marksman 吗？一粒就够了，准备。我不会再上当了。喂，真的受伤了。Sorry， 反射动作。你在哪里啊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你在这里啊，你找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？喂！送补品却不署名。我查了地址，租户叫罗少芬，他的儿子就是在培训中心的其中一个特殊儿童，叫林子康。TY 去培训中心当义工，就是为他母子。有可能，他们明明认识 ，TY 来送礼，可是他们两个却刻意保持距离。我感觉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简单。认识的，他就是朱伟，那个精神变态。穿少少也能犯罪就是可以啊！男人多看几眼啊，就要被打被骂，说是色狼。要这样穿就不要怕别人看。还整天说什么男女平等，什么都是你们说的算。停车！停车！黄律师，还要再看吗？为什么？我也没有做错。一个女孩子大半夜你穿成那样，根本就是在引人犯罪。Mr. Boone， 我来 ，OK？ 顾小姐过花了我当事人的车，这是事实，你们不会不承认吧？当然，我们改变不了事实，但我们能改变结局。你说 ，Mr. Boone 的经济损失我们会赔偿，但我们需要 Mr. Boone 的孙子在网上发一个澄清视频，还顾小姐一个清白。
为什么要澄清啊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，是他们自己。 Mr. Boone，Mr. Boone，Mr. Boone 的孙子当时只是为他爷爷抱不平，不如这样吧，就让他发一个澄清的贴文，你们觉得如何？不行，单单只发贴文，传播力不够，不能解除顾小姐所面对的困扰。好，那我们接受。我不接受。你看他的样子，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这样做太便宜他了。顾小姐不接受。那顾小姐，你想怎么样去解决呢？我要把这个视频放上网，让每个人看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 ？Mr. Boone 不是说他没有做错吗？是啊，黄律师，我没有做错啊，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啊？主 Mr. 要 Boone， 是他们啊。我们过去。黄律师，你要解决这件事很简单，你叫你的孙子 ，OK， 去发个澄清视频，你自己跟他道歉，不要打。 把影片 PO 上网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不过 ，Mr. Boone 已经知道他的错误了，他同意让他孙子发一个澄清的视频。另外，他也愿意现在跟顾小姐当场道歉，来表示他的诚意。我这个安排，你们觉得如何？行。其实顾小姐是想让 Mr. Boone 真正的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事情。那现在就请 Mr. Boone 为他之前对顾小姐所说过的带有侮辱性的话而诚恳的道歉吧。还不说？对不起喽。 爷爷不应该说穿着暴露就是引人犯罪，性感的女人等同于妓女这种迷信的话。至于我没有搞清楚情况就随便发表言论，造成顾小姐的困扰，的确是我的疏忽。我在这里郑重向顾小姐道歉。恭喜你啊，不用再被人叫司机杀手了。这次能讨回公道，你也有功劳。 赏你一顿嗨踢，你看那边。Thank you。哇 ，Thank you。哇，原来嗨踢是这样的。哇。开动吧。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啊！哇！谁打你？ 都是你啦，还敢讲？我那时候跟你玩偏包弄到的，你这么快就忘记了？打偏包为什么会弄到这样？你是不是没有被偏包打过啊？你不是说你常常去玩偏包吗？是啊，不过我每次都赢。哼，你跟谁玩？技术这么差？公司的人啊。你跟你公司的人这么熟的啊？我下的命令，谁敢不去啊？哦。 原来是你逼他们去的啦！我只是想有人陪我玩，有问题吗？我也喜欢玩。下一次如果你要找人玩，可以找我，我们一起去玩。可是我不会故意让你哦，下一次我一定把你打到全身淤青。你敢？你敢？你敢？不敢！ 吃东西吧，哇，这么漂亮，又这么好吃，你看。我要这个，帮我拿。没有问题。李先生，谢谢你让我当你的代表律师。 换哪个律师都一样，反正都是死。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脱罪。
你为什么那么想帮我？因为于丽华该死。只要你愿意相信我，你就有希望。整件事情的经过，你愿意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吗？爸妈，我爸妈身体不好，常常要看病吃药，有时候单单医药费就够让我头痛了。可惜我书读的不多，也没有什么技能，所以只能做散工，都是体力活。4年前，我找到罐头工厂的工作，它靠近我家，午餐时间我可以回家看我爸妈。我还以为自己很幸运，没想到老板和管工对每个人都很刻薄，常常骂我们，还找很多借口扣我们的薪水。我以为只要忍下去，日子过着过着也就习惯了。可是老天爷就是不肯放过我。一整年看有没有精神了，还好吗？昨晚我爸昏倒，送进医院。医生说癌症第3期，怎么办？要动手术啊！要动手术。哦，对了，那时候你说的工地的散工还有没有啊？介绍给我哎。我可以帮你问问看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我不管这么多了。李德明，你竟然敢偷东西！啊？什么？我没有啊！还装？装开！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很大胆啊！知道这几天会发薪水，竟然跑去办公室里面偷钱？不是我偷的，这个不是我的啊！不是你偷的，难道你的老哥里面生钱出来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！叔叔，还是你？老板，不是我啊，不是我，老板真的不是我偷的。明天开始你不要来上班了。老板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偷的，老板啊！我不报警，你对你很客气了。还不给我滚！老板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！老板啊！哎，钱明明不是我偷的，于是那天晚上我就去找老板，要说清楚那件事。老板，我真的没有偷钱，你要查清楚啊！老板，我爸爸得了癌症，等我拿工钱回去救命啊！老板，你爸爸得癌症关我什么事呢？我叫你滚你就滚！老板，求求你把工钱给我！那，你再啰嗦，我就报啊！你提到案发现场，你见到管工居民。可是警察有问过他，居民说当时他和朋友在一起，有不在场的证明。你确定真的看到他？可能是我看错了，可能他真的不在现场，我不知道。当时我已经吓傻了，我记不清楚。居民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就是一个光明的管工，在工厂待了10几年，什么都不会，整天就只会赌博、赌马，真的是白拿薪水。你跟他有过节吗？可是我们都很讨厌他，他是老板的侄子，整天拿老板来压我们，老板也很护着他。放心，你这个案子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绝望。
为了你的爸妈，你更应该坚持下去。我死了，我爸妈可能可以过得更好一点。我死了，就没人照顾他们，他们就会被送进疗养院，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。没有我，他们可能会过得更好一点。你觉得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把他们送进舒适的疗养院就快乐吗？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，就算是白粥、白面包，只要有孩子在身边，他们都会觉得那些是最卑微的。于丽华拖欠薪水，也问李德明，在大家面前解雇他，怨恨、羞辱、不甘，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成为杀人动机。而且所有的员工都看见了，动机人证皆在，法官判他死刑，合情合理。可是李德明由始至终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的意图。李德明只记得当时在纠缠的时候，于丽华忽然往后倒。如果说是于丽华自己失足滑倒，不关李德明的事呢？那只是你的推论，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于丽华是被人推进去的，还是自己跌进去。其他员工也是事后才到现场。那倒未必。居民李德明在开始录口供的时候，就表示在现场见过他，但是局民的朋友出来作证，说当时他们在一起喝酒。警方应该是觉得居民没有必要撒谎。的确，不管于丽华是怎么死的，都不会影响他接管工厂，除非当年于丽华被控谋杀女婴，尸体被发现在工厂的垃圾槽中。但是后来警方发现，在他家附近的 CCTV 证明女婴受害的时间，他已经回到家里。我不明白的是，凯生为什么认定于丽华就是杀人凶手？因为他是觉得于丽华有所隐瞒，怀疑他就算不在现场，也有教唆其他人犯案的嫌疑，只是一直找不到证据。难道有人害怕于丽华的死会揭发更多的真相？只可惜，律师不能够靠想象。想象力打官司，这句话原来是你教凯森的。我是李德明的代表律师，我有些问题想问你。李德明，不是早就被判死刑了吗？还要问些什么？案发当天你在哪里？我已经说过几百次了，案发当天我跟朋友去喝酒，不在工厂。我的当事人说我看到你。他眼花看错，拜托，我叔叔已经死了2年了，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听说17年前于丽华涉及一宗杀婴案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想多了解于丽华这一个人，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仇家。我不知道，法庭早就判我叔叔无罪了。你问那么多有个屁用 ？This 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。于丽华虽然是被释放，但不代表他是无罪。我听不懂说什么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他有不在场的证据，
但警方不排除他有共犯。不可能，这间厂的钥匙只有我叔叔有。哦，是吗？你怎么这么肯定？你到底是谁？问那么多干嘛？请你仔细回想，你叔叔死的时候，案发现场是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人？或者，是你的记忆混乱了，搞错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请走，走啊！不要再来烦我了，走。如果你相信什么，请联络我。叔，你这个混蛋！叔，对不起，叔，我没有想到那个婴儿还没有动手术就死了。那你应该把尸体处理好，你居然把它丢在工厂里！我赶着去赌马。该赌！叔，那个婴儿那么小一个，垃圾槽那么大，我以为放在里面没有人会知道，怎么知道那个倒垃圾的那么多事？叔，你跟警方说了些什么？我不想坐牢啊！你以为你坐牢我会没事啊？当然是把他推到一干二净了。我以后会小心一点的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有下一次了。局名有问题，查一查他17年前的行踪。就这样。苏律师，这里已经不是你办公室了。女人最厉害的武器果然还是美色啊！只是有些人为了上位，连自己老公的师傅都不放过啊。用什么方式不重要，总好过有些人总是上不了位。上了贼船都不知道啊，真的是可怜哦。你老公死那天，跟某个人大吵一架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是我所带出来的徒弟，你是这样看我的吗？师傅，你说过，袖手旁观是人性。可是这件事，我不是局外人，我是你徒弟呀。没关系，你不帮我没关系，我会自己找证据。凯森。我真的为了凯桑的死感到不值啊！这么巧啊，你也来这里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。是啊，我穿来穿去还是觉得这家西装店的西装最适合我了。你也是吗？西装啊，很挑人的。嘿，说的一点没错。哎呦，就像你身上穿的这一套 Classic， 我觉得只有你才能衬托得出。换件蓝色的给我。好。其实啊，我想订一套高档西装。希望在我当上合伙人那一天，可以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要订的话，随时都行。真的。不过，要升上合伙人，等待可以很漫长。我当然可以等了。在 TYF 高级律师当中，我觉得我是最资深的。TYF 从来不是看谁资深来升合伙人，是看能力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朱律师甚至和他们也有成为合伙人的机会？不过目前，我还没打算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当合伙人。想要做一件好西装，
最重要的是选一个好的裁缝。进来。关于李德明的案件，我有些看法。有件事情我想问你：凯森被杀的那一天，你们是不是起了争执？你们在吵什么？也是公司的事。什么事？不重要。不重要，有什么不能说？你想问什么？直接问吧。你跟凯森的死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是我杀了他？凯森是我最重要的徒弟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？一个律师最擅长的，就是强调对自己有利和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。是你觉得我对凯森虚情假意？你唯一能打的，就只有这样的感情牌吗？你现在手里拿着铁锤，把我当成钉子吗？凯森出殡，我刚好在卢森堡，来不及赶回来参加。那如果最后你找到的是你不想知道的，甚至承受不了的真相呢？他的确是一个比我更好的人。请问，你们是李德明的父母吗？你是谁？安平是不是出事了？他没事，我是来通知你们，我是他新的代表律师何子源。哎，玩来玩去有什么用？人还不是被关在牢里。我会尽力争取让他被释放，到时候你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。人都快要死了，你不要骗我们。德明要给你们带句话，他希望你们按时吃饭，好好生活，不要担心他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担心我们？丽莎小姐，阿明是个好孩子，他不可能会杀人的，求求你帮帮他。好的，我会的。
很幸运，再多2毫米就切到你的神经线了。英雄救美是很帅，但还是要小心点。谢谢。感动吧？为了救你，我连手都差点没了。谢了。刚才你跟警察说那些人你都不认识，我的确不认识。那他们为什么要攻击你？没想到你仇家这么多。我没想到你会路见不平。那也是因为你。子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见过面啊？对啊，我之前在停车场见过你，我还以为你是何律师的姐姐呢。哼，原来你一直默默观察着我们。停车场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不但让我碰到你们，还让我拔刀相助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走了。是不是他？